家好，宠粉的姨太又来了。大林子是行走的快乐源泉吗？去哪儿哪欢乐，上哪个节目哪个节目乐。姨太现在耳边都还能回想起他的经典语录。购物节你要不买东西呢，就属于就吃亏了。那个时候买什么都是赚。哎，好了，我认输了，我选择现在去剁手了。相信提起郭麒麟，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，嗨，这不那谁，郭德纲那大儿子吗？之前可胖了，后来减肥成功，说什么小鲜肉那个，甚至还有人酸言酸语，不就那个拼爹的呗，老子出名，儿子也跟着沾光。可不管怎么说，这位因为可爱被德云女孩戏称为大小姐的大男孩，最近可没少出现在荧幕上。从《庆余年》中钻进钱眼里的人肉计算机范思哲，到《宠爱》里迷迷糊糊找不到路的外卖小哥，从《最强大脑》里秒算规则的小机灵，到《奔跑吧》里堪称比黄祖蓝的堂弟神功的赖皮鬼，从《密室大逃脱》里尖叫连连的全程闭眼玩家，到会做家务的男人里说起来侃侃而谈，做起来灾难现场的厨房新手，说起来也是流量十足的当红鲜肉了。前几年姨太冲浪的时候看到的郭麒麟还是这样的，结果过了几年他就变成了这样，网上铺天盖地都是德云社少班主如何减肥成功晋级小鲜肉，但是其中自然不乏其他的声音，什么减了肥也不见得多好看呀，说是小鲜肉也就是个初中毕业的文盲，不过是有个好爸爸。姨太本着不知全貌不予置评的原则，一律不信谣不诋毁，但是着实德云女孩影响巨大，连带着也对于这位少班主有了不少疑问。郭麒麟不帅，没有高颜值，在现在的娱乐圈其实他是不占优势的，但是他怎么就火了呢？说来也怪，继人间精品大张伟芒果亲儿子魏大勋之后，郭麒麟也成为了综艺神兽。从2018年到今年，郭麒麟参与的综艺呈直线上升的趋势。2018年他参演了4档综艺，都是飞行嘉宾。2019年综艺翻倍到了8档，也都是飞行嘉宾。到了2020年，郭麒麟变身综艺咖，竟然录了13档综艺。在《密室大逃脱2》刚刚官宣时，就有郭麒麟连上9档综艺，4个常驻，无缝衔接进节目组的新闻满天飞了。这还没算上后来的未知的餐桌、做家务的男人等等。在向往的生活里刚说完西瓜的单口相声，就去奔跑吧里和蔡徐坤手拉手，前脚还在漫游记里旅游，后脚就去了最强大脑算数学题了。何老师开工以后也是表示处处都有他，复工第1个节目碰到他，第2个节目碰到他，第3个节目还是他，让何老师发出了灵魂质问：哎呦，好大哟！短短几个月，当下最火的综艺都上了个遍，可谓真综艺界顶流。郭麒麟作为相声演员，综艺上肯定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，在临场反应、控场能力、讲段子功力等方面都是游刃有余的。综艺节目中有这样的嘉宾，可以瞬间提高整期节目的看点和质量。比如《拜托了冰箱》有一期，郭麒麟作为飞行嘉宾做客节目，全程段子乱飞，成为了全场焦点。只需要何炅简单做引，郭麒麟就能源源不断地提供新的话题和笑料，简直就是史上最省事的嘉宾。一整期下来，姨太仿佛看了一场单口相声表演，每个故事都是个小剧场。谈到喝醉去厕所分几步，先把门锁上，在这个马桶跟前把拖鞋脱下来，跪在拖鞋上，一句，因为你知道你要跪很长时间。而且这一跪，下次清醒的时候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，成功戳中了在场的各类酒友。求大小姐把你的脑洞借姨太一点吧。谈到如何被柜姐坑时，也是绘声绘色，一人分饰多角，手舞足蹈，嘉宾包括主持人都是完全入戏，注意力基本都跟着郭麒麟跑。大家品品这2张认真的看戏脸。关于30分钟这个梗，也是全场来回 callback， 并且能做到每一次都是笑点，百听不厌。从一开始张若昀提到的郭麒麟希望朋友来家做客只来半个小时，到喝醉了撒娇叫姐姐，被众人取笑，姐姐，你当我半个小时姐姐吧。准确记得以半个小时为计量单位的行程时间，喝酒也要以半个小时一些。张若昀精辟总结，半个小时为一锅，把全场嘉宾逗得花枝乱颤。最后何炅也用30分钟逗他。当他向金主爸爸索要 VIP 会员的时候，何炅说：“我想到了一个最好的适合你的时间，30分钟。”整场看下来都是极为舒适的，是一段很完整且很有层次感的表演。
说实话，仪态本以为岳云鹏已经是德云社的综艺顶流了，但是和郭麒麟一比，似乎就不是那么有趣了。题外话，郭麒麟的抠也是最出名的，就是这样一个资源好到爆的富二代，原本生活可以无比豪横，但郭麒麟却不按套路出牌，竟是十足十的勤俭持家的 boy。在北京租的房子过活，为了节约开销，装修十分简单，平时点外卖一定要选有优惠满减的，价格上比普通人多不了多少。垃圾袋不会多买，更多的是用购物袋该到的袋子。打车时会格外注意司机有没有时刻打表，为一点车费斤斤计较。到现在他还一个人在北京租房子，一套睡衣穿过3档综艺节目。人家说是因为没想到会出来这么久，愣是不提买新的这事儿，甚至还经常会到网上搜罗各种便宜实用的居家好物。比如在做家务的男人2第1期中，郭麒麟就带来了一大波实惠小神器，包括懒人瓜子盘、切西瓜神器、削皮神器、拉蒜神器等等，各种小玩意儿纷纷种草观众网友们。但话说回来，如果不太吱声，谁又能想到这些小玩意儿是来自一位富二代的案例呢？大林子是人间最接地气的富二代，没跑了。顺嘴说一下，郭麒麟之前上《我就是演员》，虽然止步于26强，但是章子怡对于他的评价很高。有朝一日，我一定要跟你合作，跟任何人没有关系。你是一个好演员。郭麒麟曾自曝，在剧组没戏的时候，他也没闲着，会躲在一旁看老师们表演，然后回去不停的模仿。这么谦虚、尊敬师长、内心敏感的孩子，能不招人喜欢吗？别说人家郭家家财万贯，就是普通人家又有几个孩子能做到？所以郭麒麟的礼貌是刻在性格里的，经常是下意识的。在一档综艺节目中，几位嘉宾一起去吃火锅，在点菜时，老板顺手把菜单放在一个男嘉宾面前的桌子，但是郭麒麟马上就把菜单推到了唯一一位女嘉宾柳岩的面前。电影《宠爱》拍摄的时候，徐峥导演发了一则探班 vlog，其他演员都是在车上打个招呼，但郭麒麟会放下手里的东西，从自己休息的车上走下来，和徐峥导演面对面说话。而通过这几年的观察，这些表现也绝非装出来的。当然，私下的郭麒麟我们并不了解，也许没有荧幕上这般的有理又有趣。但是如果没有自小严格的家教以及自我修养，装也装不到这般完美妥帖。明明是富二代，将来动动手指就可以继承亿万家产的人，却偏偏谦虚有礼，肯学的像个特优生。对于一个24岁的大男孩来说，网上对他的评价真的很高。当然，看到郭麒麟参加了这么多的综艺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联想过这个问题：郭麒麟会成为德云社未来的班主吗？有人说郭麒麟并不打算长久的走相声这条路，所以才会混娱乐圈。我不这么认为。首先，你要明白德云社现在是怎样的一个身份，怎样的一个地位，因为它终究是一个相声团体，所以即使不依附于娱乐圈，它依然会有稳健的发展，或者说至少不会衰败。而又凭借着郭德纲和于谦强大的人脉，以及多年从事相声行业带来的一定的资本，德云社在娱乐圈也有一定的地位。横向对比一下其他的娱乐公司，就会发现德云社的与众不同和独到之处。然而当郭德纲和于谦不在的时候，德云社又该何去何从？毕竟几乎所有的人脉都来自于郭德纲和于谦，所以我觉得郭麒麟必须去混迹娱乐圈，这是他成为班主必须要走的一条路，拓宽自己的人脉。他参加综艺、参演电影、电视剧，不只是能更快、更频繁地进入观众的视野，他更有机会结识娱乐圈的前辈和同辈。而10年、20年后，如今的同辈又是否会成为娱乐圈中的大佬，或者说中流砥柱呢？那时郭麒麟应该是德云社与娱乐圈之间最重要的纽带，但到了娱乐圈毕竟是陌生领域，归根结底要靠郭麒麟自己跌跌领进门，其他靠个人。虽然说郭麒麟今年红得发紫，但要说他取代岳云鹏成为新任德云一哥还为时尚早。毕竟郭麒麟只是在综艺的地盘上如鱼得水，要说相声专业还得是和小岳岳有一定差距的。不过郭麒麟一口气上13档综艺，这是担负起为德云社养家糊口的重任啊，大小姐不容易。仪态本来是不怎么爱看相声的，也不了解相声演员，真心郭麒麟是仪态第一个想要为他做视频的相声演员。郭麒麟曾说，我能让大家知道郭麒麟，却不能让大家喜欢郭麒麟。这话说的一点没错。拿了女主剧本的郭麒麟，在家大小姐，在外女主角，哪哪都有人宠。
好男遇到蔡徐坤，与张若昀合作，庆余年组成范家兄弟，被吴磊宠爱拥抱，仪态实名羡慕大林子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，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